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。话不多说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食尸鬼的全新一集。为了给月山制造和飞士独处的机会，月山的执事叶用超能力买通了青铜树的白西装，去干掉库因克斯全班，多杀一个酬金翻倍。在钱的诱惑下，这群人简直不管3721，直接对不在酬劳对象里的飞士发起了攻击。这要是让叶看见了，保准吐血3斤。叶出手引走了阿瓜和不知，在两人的围攻之下，叶依旧游刃有余，甚至一把刺穿了不知的鹤子。阿瓜上前暂时抵挡，催促着不知赶紧掏出自己的库因克，但不知只要一碰开关，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胡桃夹子惨死的画面，让他根本无法行动。见此，阿瓜只好自己上，他飞快的一刀砍断了叶的鹤子，并横砍在胸前，将其重创。前不久还只能被他吊打的阿瓜进步神速，叶还没来得及惊讶，就被掐着脖子提溜起来。危急时刻，叶破墙逃走，察觉到这是陷阱的阿瓜立刻带着不知赶回到飞士的身边。另一边，被派去支援阿瓜的六月和才子遇上了特罗索，这货对六月还是贼心不死，流着口水就要扑上去，但六月早就今非昔比，一把匕首玩得顺畅无比，差点就给 Toroso 来了个开肠破肚。可惜在最后一击之时，被食尸鬼盗墓者给挡了下来。盗墓者一把将 Toroso 扔了出去，自己则持着长刀对上了六月。虽然是食尸鬼，但是盗墓者却十分热衷于收集库因克。六月越战越勇，在匕首和鹤子的配合之下，打飞了盗墓者的刀，但转头就被盗墓者放出的鹤子打得节节败退。危急时刻，阿瓜和不知及时赶来支援，盗墓者撤退，六月回过神，这才发现才子居然不见了。此时躲起来的才子被小丑团的死堪掐住了脖子，眼看就要命丧于此，一位戴着斗篷的神秘人出现，一脚将死堪踹飞了8丈远，然后又一声不吭的离开了。飞士这边也干翻了白西装，和队员成功会合。负伤的叶则是在撤退的途中遇到了青铜树的艾特，叶想吃掉艾特，却被轻而易举的反杀，无数的怪异鹤子直接将其贯穿吊起。艾特居然也是一只独眼的食尸鬼。艾特无情的戳破了叶的小心思，他其实一点也不希望月山康复，甚至想把飞士杀掉。他对月山的爱仅仅是占有欲而已。说着，艾特就将叶给抓走了。任务结束之后，无法使用库因克的不知陷入了迷茫。他从小和妹妹相依为命，但是好景不长，妹妹的眼睛下面长了一颗小小的瘤子，到最后越变越大，甚至直接变成了可怕的异形。昔日爱美的妹妹只能躺在病床上等死。为了妹妹的治疗费，不知加入了 CCG， 为的就是猎杀食尸鬼，获取更多的奖金。但是现在他却连直视自己亲手杀死的食尸鬼的勇气都没有。和同事谈心的时候，同事也说自己曾经也是这样，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就算他是搜查官，掠夺的也是不折不扣的生命。自此不知似乎想通了，他剃光了自己的头发，决定一切重新开始。玫瑰这个组织和青铜树有了联系，导致案件再一次复杂起来。为了获取情报，于景不情不愿地答应了飞士之前说的潜入计划。库因克斯班伪装成食尸鬼潜入各区调查，但由于玫瑰事件的发生，食尸鬼们的警惕性非常高，至今没有收集到有用的情报。飞士戴上了眼罩面具之后，发现食尸鬼们不仅认识眼罩的主人，还十分的惧怕他。于是好奇的飞士开始私下调查起了眼罩的档案，意外的发现了和眼罩有直接关系的是已经殉职却死因不明的亚门。意识中的飞士听见了小金说亚门是他亲手杀死的。飞士找上了月山，请求他告诉自己关于小金的事情，他不愿意再逃避下去了。但当月山问起他是否愿意舍弃现在的生活之时，飞士却并不愿意。他不愿意抛弃现在的生活，也不愿意接受那个被食尸鬼惧怕的小金，他只是觉得自己非想起不可，不然自己肯定会失去一切东西。月山在那一瞬间似乎看到了小金的身影，虽然一直希望飞士变回小金，但在那一刻月山迷茫了，他什么都没有告诉飞士，选择了转身离开。在以为小金死后，他也想过一死了之，但在这个世界上，他已经有太多割舍不掉的东西。再次前往资料室的飞士遇上了上司阿小，阿小告诉他关于亚门的消息，但却对眼罩的事只字未提。飞士终于忍不住爆发了，其实他差不多明白，他就是那个眼罩，也是亲手杀死了亚门。对于杀死阿小最爱的人的愧疚，几乎让飞士崩溃。他到底是谁？阿小一把抱住了飞士，轻声的安慰他：“你就是你，仅此而已。”月山家的另一个仆人有作，为了救同伴擅自行动，被木岛抓获，残忍杀害。CCG 在一番调查之后，锁定了月山家为此次的驱逐对象。月山家是拥有100年以上历史的大企业，如果他们对其贸然动手，必然会引发社会舆论。于是于景专门向 CCG 总议长河秋长吉报告，请求封锁消息，对月山家进行彻底的搜查。总议长将月山家驱逐作战的总指挥交给于景，并让以河秋正为首的对策2科参与进来，一个是有马的忠实拥簇者，另一个是只在乎攻击的猎狗。两个人面上笑嘻嘻，背里骂的一个比一个狠。月山家也意识到了危机来临，家主月山关母一杯咖
咖啡要到了亲儿子，让执事松前赶紧把人打包带走，自己则毫无抵抗地对上了一众严阵以待的搜查官。因为逮捕过程太过于顺利，把想要杀敌立功的阿瓜气得直咬牙，巴不得玫瑰赶紧来捣乱。何秋敏锐地察觉到月山关母如此配合是为了给重要的人拖延时间，于是紧急调出了月山旗下所有地产的名单，发现了逃走了的月山的去向。月山一醒来，发现自己已经在前往机场的车上了，这才知道月山家已经完了。他的父亲被逮捕，松前拒绝了月山返回的命令，只要月山还活着，他们就能重新开始，而月山必须要背负一切，成长成为真正的一家之主。这简直就像是安定区的历史重演。月山现在终于明白了自己当面为什么没能阻止小金。月山家旗下食尸鬼尽数集结，为了报答月山关母的恩情，他们将誓死保护他的孩子直到最后一刻。正说着，大楼就已经被赶来的 CCG 包围，库因克斯班的全员都迅速成长，很轻松地解决了地下杂鱼，朝上面赶去。指使松前和五路为了掩护月山，挺身挡在了乙丙和木岛的身前。乙丙的实力非常强，和松前打得有来有回，愣是没吃到一点亏，甚至轻松地伤到了松前。但是松前这次抱着必死的决心，他所保留的最后武器就是自己的这份感情了。乙丙在松前的狠狠一击之下被推了出去，好死不死的踩到血泊，失去平衡，被松前趁机贯穿。但俗话说得好，不封皮的称不上美人。乙丙居然愣是捂着伤口，掏出一把光山炮，朝着松前击射而去。在如此高能的热武器炮轰之下，松前明显顶不住了。五路大喊一声，冲了上去，直接被拦腰射成了2截。但没想到五路居然就靠着上半身朝乙丙飞扑而去，斩断了他的头颅。那边变态木岛还没来得及惋惜，就被还剩一口气的五路一击贯穿肩膀。松前趁机冲上去，打飞了他手中的电锯，就是一顿连环鞭尸，电锯正好掉下，正中木岛脑门。这个变态搜查官就这样死在了自己的电锯之下。随后松前继续朝剩下的几人发起攻击，但没想到一向伪装成小白兔的救多突然变脸，用同事当挡箭牌挡下松下，一击戳瞎了松前的眼睛，提着电锯就冲了上去。飞士被狱警派去楼顶观察，下口班遇到夜的袭击再次团灭，库因克斯班和平子手下的伊东班被派去支援下口，却在途中遇到了青铜树的野吕，一个照面就直接腰斩了2位成员。鹤子张开血盆大口直冲才子而去，还好武臣及时把人救下，阿瓜砍断了野吕的鹤子，六月顺势伸出鹤子将野吕双臂固定，不知几发炮弹下去轰断了野吕的手臂。才子第一次无比巨大的鹤子直接将野吕拦腰切断，库因克斯班完美配合，成功剿灭野吕。其实并没有，别忘了这只食尸鬼有着极其变态的恢复能力，野吕的断肢处伸出了无数触手将身体连接，下一秒就把伊东轰飞出去，撞在了墙上。野吕完好无损，恢复如初。面对这种险境，他们必须要有一个高输出的库因克才能扭转局面。不知终于下定决心使用胡桃夹子，伙伴们在他身前为他开路。回想起躺在病床上的妹妹，不知心一横按开了库因克的开关。六月正好用鹤子将野吕困住，不知一个箭步跃起，将库因克插进了野吕的身体。下一秒剑形的武器猛地膨胀爆开，炸飞了野吕的上半身。队友一把戳穿了野吕还在不停动弹的脑袋，祈祷着这个怪物赶紧死吧。但就在此时，野吕的下半身突然爆发出可怕的鹤子，直接将所有人全部弹开，躲闪不及的被当场腰斩。野吕的身体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异形，而现在还有战斗能力的只剩下了不知。他不断的在躲避着野吕密集的鹤子攻击，为了保护同伴，不知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，他的鹤子猛然膨胀，无数的弹药朝着野吕的大嘴击射而去，最后直接把整个鹤子摘下来扔了出去。剧烈的爆炸燃起了冲天的蓝光，而此时的不知已经精疲力尽的倒下去了。阿瓜强撑起疲惫的身体冲上前去，给了野吕最后的致命一击。他们所在的楼层产生了剧烈的爆炸，野吕的面具碎裂，死得不能再死了。烟尘散尽之后，阿瓜一回头，却发现不知的腹部开了一个大洞，伤口实在是太重了，根本不可能自愈。不知喊着飞士和妹妹的名字，就这样在阿瓜的怀里闭上了眼睛。他讨伐了 SS 级的食尸鬼，却再也无法领取上百万的奖金去给妹妹治病了。而不知惦记着的飞士，早在这之前就已经在天台上遇上了月山，他毁掉了月山逃跑的飞机，却在和上司的汇报中隐瞒了月山的存在。他想劝月山投降，这样他就能获得月山的归属权，却被月山一击直接打飞出去。月山是小金的痴汉没错，但在此之前，他还是月山家倾尽所有换出的希望，所以他绝对不会投降。说着，月山发动了鹤子朝飞士攻去，在应接下几招月山的攻击之后，飞士对月山的套路已经很熟悉了，他直接一击将月山击倒在地，刀尖差一步就戳进了月山的喉咙，却怎么也下不去手。他内心深处的小金不断呼喊着不要杀他。就在飞士迟疑之时，锋利的刀光划过，直接切断了飞士的整只胳膊。叶赶到救下了月山，并不费吹灰之力的掐住了飞士的脖子。飞士回忆起了之前和有马的训练，瞬间来了劲儿，一脚踹飞了叶的脑袋，并对叶发起了猛攻。月山身边的彪悍执事叶其实一直都在女扮男装，他曾经是德国贵族罗斯华尔德家族
族的大小姐。在他小的时候，家族覆灭，母亲和2个哥哥在逃亡的过程中也相继离世。为了以家族第一继承人的身份延续罗斯华尔德的荣耀，他用自己哥哥的身份加入了月山家，但在内心深处，他依旧渴望着自己能够被爱。艾特将叶抓走之后，便对其进行改造，想要被爱这一执念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。叶很快就被飞士打成重伤，奄奄一息的月山爬了过来，拽出了飞士的脚。而此时的独眼之枭正在逐渐逼近，这场大乱斗的结局究竟如何？独眼之枭身份即将解谜，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